首长好。首长好。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情况啊？是周总理专程派我们来的。哎，有啥子情况啊？这么重要啊？刘主席、张老总，我们得到最新消息，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在金边对您实施谋杀计划。哦。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敌人的具体行动计划，所以罗日群部长建议暂时取消刘主席您出访柬埔寨。他已经向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汇报。毛主席什么态度？毛主席非常关心你的安全，他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地侦破敌人的计划。至于是否继续出访柬埔寨，由您来权衡，做出最后的决定。刘主席，还有个重要情况，柬埔寨政府也获取了刺杀的情报。西哈努克亲王对此高度重视，他托宾努亲王转告我国政府，他说，刘主席的安全对刘主席本人和对中国人民都是宝贵的，对柬埔寨也是最宝贵的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西哈努克亲王以最遗憾的心情建议推迟刘主席的访问日期。敌人不让我们去，我偏要去。刘主席，回头，哎，我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，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啊得逞。好，刘主席，既然您决心已下，我和子枫同志马上赶赴柬埔寨，协同当地的安全部门，加紧侦破案件，确保您安全出访。子枫，走。首长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冠美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快来坐吧。柬埔寨是不是有危险？你怎么知道？从你脸上看出来的。是啊，光美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下一站呢是柬埔寨。台湾特务在那里已经布置好了暗杀的计划。那我们还去吗？去，一定要去。我们共产党人呢，就得有一种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精神。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对不住你啊。你第一次陪我出访呢，就遇到了危险。你别这么说。说实话，能遇上这样凶险的事情，对我来说很幸运。我知道你革命了一辈子，一定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出生入死的，但是我都没在你身边。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这是平生最遗憾的事情了，不能像邓大姐、康大姐那样子，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去经历革命风暴的考验。但是现在终于给了我一次小小的机会，让我们一起去经历生死的考验，去面对这样的威胁。这也算是小小的弥补了一下我内心的憾事。只是有一件事情我有点放心不下。什么事啊？我是在想，万一我们两个人，我们的孩子还那么小。光美，你放心吧，没事的。ខាងការរកប្រធានលាវមកប្រទេសកម្ពុជាយើងអត់មានអ្វីកែប្រែ បាទព្រះអង្គម្ចាស់
ខ្ញុំតំណាងឲ្យរដ្ឋាភិបាលចិនសូមជូនដំណឹងដល់លោកថាដំណើរទស្សនកិច្ចរបស់លោកលាវពិតជារលូនបានល្អណាស់ ពិតជាល្អណាស់សូមអរគុណមិត្តភក្តិចិនសូមអរគុណលោកប្រធាននាយដ្ឋមន្ត្រីលាវលោកប្រធានលាវដើម្បីចំណងមិត្តភាពរវាងចិននិងកម្ពុជាមិនអើពើនឹងសវត្ថិភាពផ្ទាល់ខ្លួនទេហើយក្នុងនាមយើងជាម្ចាស់ផ្ទះយើងក៏ខិតខំប្រឹងប្រែងដើម្បីធានានៅសវត្ថិភាពជូនលោកប្រធានដំដី សូមសម្ដេចជឿជាក់ចុះយើងបានផ្លាស់ប្ដូរកងទ័ពល្អជាងគេទៅរដ្ឋធានីហើយខ្ញុំនិងលន់នល់គឺជាអ្នកទទួលខុសត្រូវដោយផ្ទាល់និងចាត់វិធានការនៅភ្នំពេញអំឡុងពេលដំណើរទស្សនកិច្ចរបស់លោកប្រធាន ក្រៅពីនេះនាយកប្រធានសុខការសម្ងាត់នឹងអនុវត្តការត្រួតពិនិត្យយ៉ាងតឹងរឹងដល់ស្ថាប័នតៃវ៉ាន់នៅក្នុងប្រទេសនៅពេលមានអ្វីថ្មីយើងនឹងតាក់ទងជាមួយចិនគ្រប់ពេលល្អ 特派员，图上怎么样？早就挖好了，这是地形图。这边，我们呀，在屋子下面挖了一个坑道，直通车队来的必经之路。过2天呢，会再安放2箱 TNT， 这是遥控器。只要车队路过，我们轻轻地按一下，就算是神仙也让他必死无疑。 特派员，我们选择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旁边有一个油库。只要引爆这个油库，那必然是一片火海，到时候整个车队通通报销。干得漂亮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阿成。 怎么总是毛毛躁躁？大哥，路上到处都是军警，还有便衣，我差点被盯上。大哥放心，我已经把尾巴甩掉了。这封信送到老地方。好，记住，这封信关系重大，你要用你的性命担保。 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明白，大哥。特派员，他叫阿成，本地的华侨。我看小子还挺机灵。可靠吗？ 绝对可靠，去年是我亲自发展的，已经替我们传递了不少有用的情报。请问你是吴老板？是金芽茶庄的吧？是。样品带过来了吗？带来了。今天天旱，收成不好，老板让你先看一下，给估个价吧。老板还让你尽快给个回话，要是你不收，我就把它卖给别人了。 跟你们老板说，样品不错，这批货我全要，有多少要多少。
译出来了吧？哎，译出来了。这封信字大行书，文字实在不高，我到现在实在是看不明白。那怎么办？刘主席案子很快就要动身了。右平同志，我建议马上向中央求援，请国内公安部派出最优秀的情报专家来协助我们破译。好，我马上去报报。大白猿，这个报纸上面写着刘少奇和陈毅出访柬埔寨，没有写具体日期呀。是不是发掘什么破绽了？发掘出什么又怎么样？晚了。既然已经公布了出访消息，2天之内他们肯定会动身的。对呀，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，那咱们的行动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呀。我来。老姚同志，您能来真是太好了。哎，你们早就认识啊？我们当然认识了。老姚同志啊，在公安部可是数1数2的情报专家，我们俩都合作好几次了，每次合作都是马到成功。好啊，老姚，这一次可全拜托你了。我来之前呢，刘日清部长专门让我谈了话，他给我的指示就8个字：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好。公子，这说明第一点，这有个道，有个路，还有这个上面，然后这个微信，是这个意思。总理，陈毅副总理从昆明打来电话，问刘主席出访的专机是否按照原定计划起飞。再等等金边那边的消息。好。还有10几个小时，刘主席的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总理还在等着我们消息，你的那些密信到底能不能破译？右平同志，你别着急，再给专家一点时间。都已经5天5夜了。何子峰同志，这个人找你。班长，我不是没事让你别来大使馆。情况紧急，你看一下。袁天祥叫我把这个东西带到郊外的交通区，说是有一个无线电的零件。我偷偷打开看了一眼，发现不对劲。这个就是美制的军用电脑雷管，这就说明敌人马上就要动手了，而他们的行动一定和爆破有关。眼下情况紧急，你们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检方军警合作，打掉这个联络站？阿成这样，我们如果这样贸然行动的话，一定会大错特错。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去，按照他们的计划走。他们那边如果有任何行动，第一时间向汇报。是。右平同志，你别着急，我再去密室看一下。都这么晚了，累了吧？早点休息吧。国美，你先去睡吧。明天到了金边以后，我有一个讲话，这稿子呢，我很快就写完了啊。去吧。哟，对不起啊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们。老总啊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快坐啊，我去给你们沏点茶。哎，好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情况啊？啊，少奇同志啊，刚刚接到王友平从金边打来的电话，他们那个地方情况很不妙啊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破译敌人的密信，所以他们建议啊，建议什么？他们建议这多年来许多的政治谋杀，比方说缅甸民族运动领袖昂山，印度民族英雄甘地，
西兰总理班达拉奈克，还有前不久被刺杀的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他们无非是劝我推迟访问，或者干脆呢放弃访问。老总啊，我们那么做的话，会让我们的朋友失望，敌人高兴。我不会做那种亲者痛，仇者快的事情。那就是讲，明天不管发生啥的情况，都按时出发。对。喂，刘平，怎么样？侦破有进展吗？中国代表团明天能不能按原定计划出发？对不起，总理。刘明同志，刘明同志，破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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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破译了。老姚，谢谢你了，谢谢老姚。我马上给总理打电话，马上给总理打电话。报告总理，案件取得重大进展，刘主席的专机可以按原定计划准时起飞。来，快来！快点！来，小强，来。你，快点！都小心点儿。被抓了，有什么？其他人呢？20几个兄弟，一个没跑出来，全被警察给端了。特派员，咱快撤吧！我估计警察马上也要找到这儿了。撤什么撤？戏才刚刚开始。特派员，特派员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用美国研制的流水炸弹直接炸他刘少奇的车队。那些柬埔寨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咱们要给他来个回马枪。2次伏击是我们党惯用的伎俩。真高，特派员。夏鲁克的传奇。特派员，咱快走吧，车队马上就到了。取消行动。刘少奇肯定不在车队里。
那我们撤。是。刘少奇对柬埔寨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，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阴谋，进一步加强了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。西哈努克亲王充满感情地说：“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。”随后，刘少奇又率团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，与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了中越联合声明。至此，刘少奇东南亚4国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。这次访问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，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主席，您找我。亚英啊，帮我去把这些书借来。都是非洲的。是啊。你对非洲了解多少啊？了解的不多。人不远行，怎知世界之大？可是非洲离我们很远呐，我们也只能从别人的经验里边得到一些启示。等这些书借来之后，咱们一块儿学习，互相交流一下啊。好的，主席。请起。陈副总理啊，我们刚刚收到阿联总统纳赛尔发来的电报，他邀请我们中国领导人在合适的时候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。这已经是他第3次发出邀请了。还有那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向我们发出邀请啊。目前跟中国建交的10个非洲国家，他们都发出过邀请。像阿尔及利亚、加纳还有马里，他们还发出过邀请不止1次呢。好，你马上把这些情况啊，搞一份报告出来，交给我啊。好。远古的非洲和亚洲一样，同为人类的发源地，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文明。15世纪以来，西方殖民国家陆续入侵非洲，他们凭借着军舰和枪炮的优势，疯狂地开采和掠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，残酷地迫害非洲人民，使偌大的一个非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。有压迫就有反抗，历经500多年的反殖民统治，争取民族独立长期斗争，在本世纪中叶，整个非洲大陆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变化，西方殖民统治土崩瓦解。我今天请你们来啊，不是开会，主要是研究一点问题。来，主席。我最近读了几本书，有一些新的体会，想跟你们交流一下啊。首先，我想知道你们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有些什么看法？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了啊。你是外交部长，当然应该先说呀。目前啊，总的国际形势啊还是不错的。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啊，美帝国主义就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封锁我们，在这个外交上呢，又孤立我们。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我们形成了包围和遏制。嘿嘿，怎么样呢？到头来也没把我们包围住嘛啊！现在啊，跟我们建交的国家呀，已有49国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即使那些还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呢，比如说日本呐、英国呀，但是据我所知啊，他们跟我们的民间往来啊，可是多姿多彩，越来越丰富了啊！而且，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。中国在
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被世人瞩目。美国的杜勒斯一直对我们恨之入骨啊，天天叫嚷着想征服我们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我们没被他征服，他自己反而一命呜呼了。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好的一面，实际上，我们的外交形势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了高墙，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看着美国的眼色行事，对我们实行疏远、敌对和封锁的政策。新中国建国之初，我就说过，我们的外交政策要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。所谓高屋建瓴，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，把握世界发展的全局；而势如破竹呢，就是要主动出击，不能坐在家里边等着人家上门，要迈开脚走出去，广交朋友，传递友谊呀。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都去过非洲，可是我们呢，至今还没有派出过一个代表团正式访问非洲啊。主席说的对，非洲这些年呐，出现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殖民主义、坚持民族独立的新浪潮。截至目前啊，非洲宣布独立的国家已经有30多个了，和我国建交的也已经有10个了。目前啊，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元首啊，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了。既然人家都请我们了，中国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支持者，应该走出去，必须走出去，联络感情，增进友谊吧，让非洲兄弟看到我们的身影，听到我们的声音。主席啊，那你觉得这个访非代表团应该是什么规格啊？先去访问哪些国家？当然，代表团的规格是要高的。至于访问哪些国家，你们说了算。让陈老总带队，他是国务院副总理，又是外交部长，这个格不低了啊！小平，不行啊，那可不行啊！我看还是恩来带队吧。陈老总啊，你也得去啊，给恩来同志做副手。当个副手好像不行，当个助理还可得。主席啊，那你看我们这个代表团什么时候出发合适？时不我待，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。不过有件事啊，我得提醒你们一下，出去串门，别忘了给人家带礼物啊。主席，你看带啥子礼物好嘞？尽管我们也不富裕，但是对穷朋友，能帮一点还是要帮一点，钱物都可以。我们绝不以任何名义对人家进行渗透和掠夺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！陈部长，总理来了。哟，哎呀，陈老总，总理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你这现场办公，怎么不欢迎啊？哎呦，欢迎！你可别忘了，这把椅子可是我曾经坐过的。那好，总理，那还是你来坐。这把椅子啊，它烧屁股。该坐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决定出访的4个国家，这是阿拉伯的联合共和国，这是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马里、加纳、索马里、苏丹、俄塞俄比亚。陈老总啊，非洲大陆毕竟是我们从未涉及的陌生地带啊。
你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。总理啊，如果你同意的话呀，我就让西亚非洲司通知各国的使节发通报，让他们做好接待的准备，并向该国的首脑通报。你先拟个方案，等报告毛主席以后再定。总理啊，还有一个事情啊，我向你汇报一下啊。哪些事情啊？你看啊，这次出访来，一个时间长，转点多，而且呢路途遥远，再加上呢，我们中国航空公司啊还没有开通到非洲的航线，经过多次商量啊，普遍认为，荷兰皇家公司的这架飞机啊，波罗的海号最为可靠。说说，他们都有哪些优势啊？你看啊，虽然这架飞机呢是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，但是它的安全性能最好。再加上荷兰又是我们最早交往的友好国家，它的这个航空公司啊，又开通了非洲主要城市的所有航线，而且他们这个机组啊都有非常娴熟的驾驶技能。好，这件事，就按你的想法办。还有啊，我们这次去非洲国家给他们送的礼物，一定要按照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，事先做好准备。另外，我们这次去非洲可能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，一定要做好预防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。好，要得。总理，张机长在等您。总理好，瑞埃同志啊，你好，来坐。瑞埃同志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？总理，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同国际上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啊，可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却飞不出去。那当然，这个责任不在你。可是，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习，尽早的飞出去。这回有一个机会，我们组团出访非洲。我想让你随团一起出访。我，你的身份是代表团的秘书，但主要的任务是向荷兰机组的飞行员学习，尽可能多的掌握这条航线的资料和数据。下次我们访问非洲的时候，我要乘坐你驾驶的飞机。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请总理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。燕子啊，妈。燕子，哎，你这是要出差吗？是啊。要去多久？这次我们去的时间可能比较长，您在家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跟我爸，别让我担心。我和你爸呀好办，倒是你真的就打算自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吗？妈，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每天上班那么忙，天天不着家，谁愿意娶一个天天不着家的人啊？我跟你说，妈觉得呀，子枫就不错。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很好，两个人一起过日子，肯定比一个人强。妈，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您呐就负责把自个儿跟我爸照顾好了，这样我才踏实。燕子呀，爸，燕子啊，听说你要随同周总理访问非洲是吗？爸，我这任务是保密的，您就别问了。哦，保密。那爸爸就不问了，省得
让咱们女儿为难。哎，这个拿上。这什么呀？笔记本啊。我有好多本子了，送我这干嘛呀？不是送你的，我是让你啊，把出去所看到的风景、人物、故事，还有你的感受，都给我详详细细的记下来，回来呢念给我们听，这样不也等于是我们也随你出去了一趟吗？爸，您这任务啊可有点难，您要求太高了。即使不为我写，那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。行，那我争取完成任务。不过回头啊，您可别说我写的不好啊。没问题啊。哎呀，他们这一代外交官呐，那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现在祖国强大了，他们走到哪儿呢都有脸面呐。是啊，不像我们那个时候，除了给人家赔款，那就是看人家的白眼儿啊。爸，别想那些过去的事儿了。等我任务回来呀，我呢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，我保证一字一句，一个细节都不落下。那我等着。哎，对了，这次子枫和你一块儿去吗？妈，今儿晚上干嘛老跟我提他呀？他不去。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。好了，爸妈，天儿呢越来越冷了。等我走了以后啊，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，千万别让我担心，知道吗？知道，放心吧。有你妈妈呢啊！妈妈最好了。恩来，小操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呀？恩来，明天你就要出访非洲了，我送送你。干！哎，小超，你不会喝酒，抿一点就行了。这是绍兴花雕，不碍事的。恩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想到你要出访非洲，我这心情啊就特别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友谊的使者，去播撒友谊的种子。小超啊，其实这一次出访，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这些非洲国家，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去，要想做好这个友谊的使者，没那么容易呀。恩来，为了你这次出访非洲，我还特意做了一首诗。真的？那我看看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写诗了。写的不好，你先别看，等你上了飞机之后再看，好吗？给。快吃菜。我怀着无限的心情，欢送你和同志们去访问非洲。我望着机窗，我从机窗中看出你的笑容面貌。我清晰地看到你的面容红润，你的精力充沛，你的心情愉快，你的信心坚强。你将带着6亿5千万人民的情谊，飞过高山，飞过海洋，飞向那日益觉醒的非洲大陆，访问革命胜利的国家，为他们欢呼，为他们庆祝，为中国及各国的友谊发展做出新的标志。今天，由周总理率领的新中国首次访非之行终于开启了。
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荷兰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。这是一架2战时期制造的螺旋桨式的飞机，虽然机型有点老，但是荷兰空姐还是挺漂亮的。纷乱的世界上，我信步走过，变幻的风云里，你越发巍峨。唯有那么一天，环球同此两人，云水间响彻我们沐浴的草。